接着开走，开始抓伤了。哎呀，今天太阳好大啊，感觉想抹点防晒霜。然后呢，这手机现在热天打个游戏也烫得要死，晚上睡觉都睡不好。是呀，那个枕头很不舒服。对呀，感觉被子也黏黏的。还真是，就是什么防晒霜啊、散热器啊、什么生活用品啊、枕头啊，什么都会找我们啊，我们物美价廉。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离线玩家 online 的频道啊！今天是万众期待的旗舰 Ultra 的对决啊，分别是 vivo X200 Ultra 2K 屏幕6000的电池，小米15 Ultra 一样的。哎，我的 Find X8 Ultra 就要大一点点啊，我是6100毫安时的电池。你最大嘛，对不对？那必须的。另外呢，这个小米15 Ultra 我们是没有找到官方壳，就给它搞了个黑壳。如果今天天气太热的话，我们是会去掉壳使用的啊。大家不用担心。然后相关的设置及流程呢，我们会摆在公屏的某个地方。但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啊！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测试。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梅溪湖大剧院啊，这3台 Ultra 呢，相信大家对他们的影像啊也非常感兴趣啊。我们就先把手机交给大师来拍摄。好的，今天先开始录像啊，我们就先用他们的1倍这个镜头吧，但是他们的焦距呢是有一点区别的。我估计它这个标准防抖裁完之后，应该就是50左右那个焦段了。今天呢，拍我们的8块腹肌啊，来，现在太阳呢在我们的头顶上啊，正头顶上啊。我们现在就慢慢的向它走过去了，先啊，来帮我摁一下，谢谢。好，慢慢的向它走过去，都是标准防抖，它们 HDR 杜比世界都是关掉的啊。可以看到就是 vivo 这个画面是非常的大啊，应该没看到什么眩光吧？我再晃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眩光啊。我把这个角度找一下，好，或者说从侧面，大家有没有看到什么眩光啊？有没有看到什么眩光？接下来我对着它慢慢转圈啊，走着转。好，大家感觉它们的防抖怎么样啊？现在我离它离得比较远，向它跑过去。OK， 现在我在跑个转圈。刚刚用主摄拍了1分半钟的4K 60帧视频啊，现在取景框的画面是小米是明显偏暗一点的，然后 vivo 还挺亮的 ，OPPO 也还挺亮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别每台机器从超广角开始看一下它们的4K 60帧的切换会顺不顺滑。首先来看一下小米啊。我们就推到它能推到的最高了，都是手持的。小米这边显示的是30倍。接下来是 vivo 啊。它现在显示的是460，这个焦段是最高哦。好，最后是 OPPO。来感受一下啊。OPPO 这边最高也是30倍。好，大家感觉谁的画质会比较好一点？在我们用每台机器拍了30秒的4K 60帧变焦的视频之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小米的还是比较暗呢，但是 vivo 的是介于中间 ，OPPO 的还是最亮的。既然大家都是 Ultra， 那我们就都用他们最长的那颗焦段的长焦啊，原生的焦段来拍一段向它走过去的视频啊。但是呢，在我们准备开始的时候，小米的取景框很明显的已经掉帧了，大家可以看到吗？小米的取景框已经很明显的没有60帧了，这里是4K 60啊，其他2台都还是很丝滑的。好，最长的那一颗啊，慢慢向它走过去，拍的地方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了。我尽量的照顾到吧。现在我们是在太阳下啊。好，大家看一下最长的这个焦。
就是这么一个效果吧。好的，现在我们来拍前置的4K 60帧啊。来，开始。这个小米我就不做评价了吧，因为它确实太黑了，我真的看不太有点看不到清。另外2台的话，我觉得还是 OPPO 的会最亮一点，而且它显得人很红润，然后 vivo 拍的人就偏白一点。而且这个视野范围也是 OPPO 的比较广一点哦。vivo 的很明显还是近一点的。晃一下，走路。防抖的话，感觉这个前置差不太多。刚刚这个前置3个摄像头全都是自动调到他们能拍的最广的了啊，我们就没有再放大什么的。这是我们刚刚录制完3分钟的4K 60帧视频啊，但是他们在阳光底下其实是待了有差不多7、8分钟的啊。大家可以看见这个4K 60帧的取景框啊，大家可以看到吧？这个小米是又卡又暗啊，明显的卡顿。对，哎，这个我也切到主摄吧，你看。OPPO 是真的很亮啊，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夜神只能在晚上发挥啊？这个白天对我们夜神不利，懂不懂啊？朋友们，这才几分钟啊，这并没有很久啊。而且今天是什么温度呢？现在是27度啊，不是那种特别热的天气啊。而且我刚刚退回到桌面，本来想给他们待机的，但是小米的桌面已经锁60了。好，回到120了，刚刚那一下回到120了。好 ，vivo。120，很丝滑啊 ，OPPO 也是很丝滑的啊。他们经过了一下散热啊，现在我们开始拍人像，还是他们失主。哎，每个手机都非常的默契，他们的人像默认焦段呢，全都是4个，然后 vivo 呢是要我选人像配方，我选的就是经典啊，但是它的影调还是默认的鲜明啊。OPPO 在这个取景框里面到2倍的时候，它那个背景的虚化实时的会比较明显啊。vivo 它在切到85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切换啊。OPPO 从主摄切到3倍长焦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vivo 正好裁切的焦段是135。小米这个应该就是100毫米啊。有只蚂蚁在你手上爬是吧？对啊，我也有东西在身上爬，我靠！我们现在换了一个方向，再拍一下我们的小宝啊，大家应该也很想它啊。来，你看 OPPO 的这个是不是背景虚化好明显的？对。他们其他的参数我们都是默认的，都不会去动哦。vivo 这个还挺自然，挺好看的嘞。它切到那个85的时候，正好一个是裁切的135，一个是原生的135啊。我觉得 vivo 的这个光影层次处理的还挺好的。对。OPPO 这个就感觉光影层次要弱一点点啊，还是人还是挺好看的，人还是挺自然的。对，现在我们来自拍一下啊，我把我的脸居在这个画面的中间啊，都是用的他们的人像自拍模式啊。OPPO 可以选0.8跟1，反正它自动。我们再用普通的拍照模式再拍一次啊，小米这里显示的是0.8，因为我这边没有显示。但是好像是它可以放大，所以它已经缩小了。OPPO 这边是能选的0.8、1和2。我们刚刚就拍了几张人像和那个自拍的那几张照片啊。现在小米这个取景框还是很暗啊，然后我现在调到了拍照，就是他们的普通拍照片的这个模式。小米的这个取景框是比较卡的，然后也比较暗呢。然后呢 ，vivo 这个呢比小米的还卡，但是它亮一点。OPPO 这个是比较流畅的，大家可以看到吗？很丝滑。对，是比较丝滑的这个取景框的体验啊。在这种情况下，反正 OPPO 是完胜的。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来正常拍照啊，还是在这个梅溪湖这里，尽量的用他们接近的焦段啊，大家自己从那个水印中去看一下那个对应的焦段啊。是这样的 ，OPPO 是不能改它的影调的，那我们就默认了。但是今天 vivo 呢，我们就用蔡司自然色彩，小米我们就用徕卡经典了啊。因为之前老是有人说我们什么喜欢用鲜明啊，用什么生动啊，那我们今天就全部用自然，然后这个用经典。就这样，其他都是默认的，我们就不去多调。徕卡经典从这个取景框上看，那个味儿还是挺冲的。我们最多就拍到60倍了，我觉得成片大家自己看一下吧，因为小米的取景框真的非常的暗，我描述起来可能不太准确啊。其实这个对比呢，对 vivo 来说不是特别公平啊，它的主摄是35，但是我们并没有拍35那个焦段呢。可是 vivo 的35呢，又可以裁切到70，他们正好其他2台手机又是有70这个焦段的啊，不是很公平，说实话。OPPO 的这个3倍它也可以裁切到85。它有一个默认的，你只要点一下，它就可以到3.7倍。他们到了30倍这个焦段呢，就会开启一些自动的 AI 的长焦啊，我们也不关。我觉得他们的颜色的成像风格还是有蛮大的区别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拍一下那边的建筑啊，就是这边梅溪湖比较好看的这几栋大剧院的建筑。那这一组呢 ，OPPO 跟小米我就用35了啊，来对比一下 vivo。他们都是有那种快捷按钮，可以在一个按钮上切换好几个小焦段的。然后是他们的长焦原生焦段，这个长焦最长的这一颗啊，会有一点点区别。
其实他们3家我拍到现在，我感觉他们的风格应该都会有自己的受众。我觉得大家不要互相攻击，就挑自己喜欢的就行了。这一组我就拍到10倍了，对应的就是230左右这个焦段了。其实 OPPO 呢，它的那颗超长焦6倍啊，它再点一下是300毫米，我估计这就是它自己的那个优势焦段。那我们就再多拍一张这个13.4倍的啊，我也不知道他们对应的是多少倍了。vivo 还比较好，你在挪这个的时候，它可以看到等效焦段的。小米你在拖动的时候，它就没有等效焦段了，它就只有那个倍数了啊。小米的防抖还是可以的。再给大家拍一些这种花花草草啊，这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场景了。这里我们就不追求那个焦段一致了，就用他们这个原生的这几个焦段拍一下了。vivo 就多裁一个135呗，那就只能这样了。原生几个焦段、超广角什么的都用一下。哎呀，这边好多水啊。vivo 还是蔡司自然色彩啊。那到他们3倍这个焦段，我就用长焦微距了。大家都有吗？看他们最近能够对到多近，都不开他们的微距模式啊。可以从这3张照片里面看出来，这个小米的最近对焦距离是最近的啊 ，OPPO 的是其次的。还有他们的最长焦这一颗，我们拍上面的花啊。小米我也拉一个6倍吧。哦，小米这个对焦还蛮灵敏的。刚刚稍微看了一下最后那一张成片啊 ，vivo 它那个前景跟背景的虚化是会感觉明显一点，只有在对比的情况下，你可能才会看出来一点啊。但是如果你不去对比的话，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区别。我觉得大家不用特别在意这个点啊。刚刚我们在这里拍了一些照片，还拍了一下视频。现在小米还有86的电啊，我的 OPPO 就只有84%电了。哎，它最亮也情有可原，好吧？你们俩真的捞，现在 vivo 还有89的电。真的假的？好，现在是中午的1点32分，我们今天才用了50分钟的手机啊。OK，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吃饭了。途中呢，我们就打微信视频通话吧。左边这台小米呢，就是经典的小米，就是人脸上有很多黑黑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对，很丑啊。然后呢，它这个人显得对比度特别高，反正蛮难看的。而且它视野也是3台手机里面最窄的，大家可以看到吗？然后呢，这一台 vivo 呢，人会显得稍微嫩白一点啊。而且它这一次的前置感觉没有那么窄嘞，应该是换了前置吧。我用X200 Pro 的时候感觉它离得特别近啊。好，我们再看一下 OPPO， 这3台里面最右边的 OPPO 应该是最广的，然后它人的话也比较自然吧。后置摄像头的话，vivo 因为是35嘛，所以它整个就会近很多啊。大家可以看到吧 ，OPPO 跟小米倒是没有很大的区别了，但是它们的画面的风格会有点区别。小米感觉还是这种。你也可以说它真实吧，但实际上是有点丑，而且它屏幕现在真的好暗，有点看不清了。我感觉他们的画质也没有很大的区别啊，就是安卓的正常水平嘛。你们晃一晃看有没有都还挺卡的，就并没有像3星一样特别流畅啊。我们已经打了10分钟微信视频通话了，3台手机都没什么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到商场里了，先找个地方吃个饭吧。太饿了。那这不有吗？啊，这不到了吗？你要吃的地方吃吧，你吃不吃啊？我真去了。真去了，真去吃了，有点吓人。饥不择食。等饭期间呢，我们就来打金产燃之战。但是这个小米啊，它还没有适配啊，它最高只能开60加超清加极高。但另外2台 OPPO 跟 vivo 都是可以开120帧加超清加至帧的画质，这画质差距是非常大的。哎，这垃圾小米，谁玩啊？这适配确实有点慢啊，因为小米15啊、小米15 Pro 啊，到现在也没适配，反而是后面新出的这2台 Ultra 没有别的品牌快啊，有点垃圾了。为什么你前面有一个G啊？我比较喜欢哥哥。哥哥最近好像要复出嘞。他不是已经复出了吗？真的吗？复出。你这么关注他吗？那必须的，将头发梳成哥哥模样。他把哥哥拿走了。我把他带走了，又是把谁带走了？把他带走了。你又溜了。哎呀，只能观战了呀。又是我这样含宝的 solo 了，但我肯定打不过呀。这把游戏打了34分钟，3台手机的网络和帧率都没什么问题。现在饭菜都上齐了，得大师拍照吧。我又来拍照了，拍美食这一桌，哎，看着很舒服，很多东西啊。OPPO 呢还是不能调，小米呢我就把它调成了徕卡生动，然后 vivo 呢我就把它换成了鲜明啊。但是呢，这个 vivo 呢它没有那个23那个焦段啊，他们就都用1.5。都用35吧，1.5就拍这个全部了，然后再用他们有长焦微距的那一颗来拍单张的照片啊。vivo 是跳出来让我试一试美食模式，但是我就不点了啊。我觉得 OPPO 跟 vivo 都还挺好看的，小米就还是那种对比度有点高啊。可是我拍了这么多次小米的手机之后呢，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它的取景框和它的成片其实差距蛮大的。这张猪脚的照片，我感觉 vivo取景框上有点过曝了，但是成片好像还好。这3台里面，其实我个人从取景框上看的话，最喜欢的应该是 OPPO 的照片啊。我们现在准备吃饭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3台手机的电量吧。OPPO 还有67%，
哎，小米还有70%。还是 vivo 最多呀，还有72%。现在是下午的2点31分，我们今天用了1小时47分的手机了。那么吃饭时间呢，我们就打开 B 站看一下原画画质直播，并且开启弹幕。吃饭时间呢，我们已经看了半小时直播了。现在 OPPO 还有63，小米还有66，vivo 还有68啊。现在我们已经吃完饭出来了，3台手机呢现在都是联通的5G 网，并且我们已经开关过自动亮度了。我们已经在微信里面录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了啊。来，我们现在来点一下发送，3、2、1，点。哦，我们是同时拍的 ，OPPO 是不需要导出的。OPPO 发完了，爆杀。其他2个再开始发。好 ，vivo 稍快一点点啊，然后最后的是小米，但是它也只比 vivo 慢了稍微一点点吧。好的，现在3台手机呢，我们来下载一个1G 的视频素材啊，都是联通的5G 网络，来点。我们来看一下它们速度哦，都不是特别快哦，都不到10兆啊。最高的是中间的 vivo 是7点几，OPPO 就是5点几，小米就4点几。我们现在是在金茂揽秀城这个商场里面，煤气湖这边，这里网速应该是比较好的。OPPO 这边是一个广告都没有的啊，然后呢 vivo 这边是有2个小广告的。小米在另一侧。对，小米在另一边，哎，你不点就没有啊，正常就没有。哎，算它没有吧。哦 ，vivo 这边这么多啊！这2边都有，真恶心嘛！哇，从这个屏幕上来看，现在环境色自适应最好的应该还是 OPPO 啊。哦 ，vivo 现在10几兆，赢麻啊，都到10几兆，都到10几兆了。你别赢麻了，你在这。这就赢麻了。好了了 ，vivo 已经结束了，感觉下一个应该是 OPPO 啊。OPPO 也下完了，小米还差一点点。小米速度变快了，那确实没抢过啊。好，小米也下完了，慢了大概3、5秒吧。现在我们使用电信卡打电话，联通卡上网来刷一下抖音。我真是受不了在这种公共场合看你们的这些抖音，好吧？这个抖音怎么了？很正常啊。你左边那个呢？好，先慢刷。慢刷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那我们就快一点。其实都会出现一点那种加载的情况啊。我感觉小米的会多一点。我感觉小米跟 OPPO 都有点多。你看，就小米跟 OPPO 感觉都会多一点。那我们再快一点吧。哎，再快一点的时候，感觉 vivo 这边就不太行了。倒是 OPPO 那边感觉会好一点。你在干什么？我在净化它的抖音。哎，现在我们使用联通卡打电话，电信卡上网啊。你热门列表没了，你给它净化没了。那你干嘛呢？你在干嘛呢？先慢一点刷啊，感觉这种正常的速度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哦。加速了一点，这个电信卡感觉 vivo 也有一点卡顿了。其实大家都会有一点了，但是 vivo 这个就明显没有联通卡那么好了。那我们再加速，加巨快。我感觉到最快的时候是 OPPO 比较好啊 ，vivo 显得会比小米更卡一点。好了，就这样了。哎，感觉好几讲好了，成功了。怎么办啊？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但是你没想到这个号我用的是你的手机号灯的，不是我的，是你的，不是我的133不是你的，不是我的。那谁的？反正是他的。好的，朋友们，现在我们准备在太阳底下刷5分钟的微博啊，这是他们的自动亮度。小米是还没有拉满的，我们给它拉满啊。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亮度。是中间的 vivo 是最亮的，然后左边的小米其次，右边的 OPPO 是比较暗的。哎，可是我们越来越暗了，刚开始就感觉这个 OPPO 越来越暗了。哦天哪，已经在降亮度了。对，已经在降了这个 OPPO。我们刚摆上来大概30秒的样子吧。大家可以看啊，现在 OPPO 呢，它的亮度是降下去的，我们给它拉满。拉满了它又回来一点了。现在小米跟 OPPO 的亮度是差不太多的，就中间的 vivo 比较亮啊。然后我们开始刷吧。我怎么感觉 OPPO 这个亮度又降下来了？它现在又是最暗的，我们来看一下。又降了一点，它自己有点慢慢升，那我们再给它拉满，它自己会降哎，又也降了，又降了啊！它现在已经是拉不上去了，等于是它初始是比较亮的，但是呢，它中间就会降了啊。现在 OPPO 是最亮的了，我们就看谁比较坚挺吧。现在大概刷了不到1分钟啊，现在气温是30度啊，太阳还是挺大的。现在刷了接近2分钟啊，小米的亮度是最低的，中间的 vivo 也降了很多，但比小米亮一点。右边的 OPPO 是最高的，我们再看一下它们自动亮度。OPPO 还没有拉满，我们再把它拉满。好 ，vivo 拉满了，小米拉满了，小米这个已经有点看不清了哦。哇 ，OPPO 好坚挺啊，好亮啊！虽然它一开始降了一点啊，但是它已经维持在这个亮度很久了。对，现在刷了大概3分钟的样子。OPPO 这边感觉停下来动画是有点卡了啊。其他2台没有问题啊。小米在我们刷了接近4分钟的时候已经锁60了啊，很明显的锁了60了。
vivo 还没有锁 ，OPPO 也没有锁。OK， 我感觉 OPPO 其实也不太流畅了，虽然它比较亮吧，但是应该没有锁真的。OPPO 又降了一档。但是你看看其他2台吧。哎呀，那他们太菜了呀！现在我们刷完了5分钟的微博，小米呢是在4分钟左右的时候已经变成60帧了，并且亮度很低。中间的 vivo 它到5分钟的时候是亮度在3台里面是最低的，但是呢它没有锁帧啊，还是120帧。OPPO 呢感觉就是有点变卡了，哎，等一下，刚说完 OPPO 就锁60了，那就是大概5分钟多一点的时候它就锁60了，但是它非常的亮啊。同样是锁60，OPPO 就比小米要亮很多了。我们再看一下它们现在的亮度 ，OPPO 其实还差一点点没有拉满，我们给它拉满啊。vivo 已经拉满了，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拉了啊。小米也是拉满的，那我们也没办法再拉了。那最后就是这么个结果了。OPPO 最后5分多钟的时候是锁了60帧的。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现在的亮度也是变低了一点的了，但是 OPPO 会自己降亮度，它老是不会把它拉满啊。我们刚刚把3台手机拿到了阴的地方啊，我们现在来摸一下，来你来摸一下，这怎么握呀？这个 vivo 很烫吗？太烫了。好，你再摸一下小米，都很烫，差不多烫。小米也烫啊。OPPO 好像相对来说凉快一点。我也感觉，确实小米边框是最烫的。OPPO 就是不管是背板还是边框，都是3者之中温度最低的。OPPO 这个温度还好嘞，真的完全握得住啊。你这么害怕吗？哇，小米要比 OPPO 明显要热1个度哎，哇，而且屏幕热好多，它比 OPPO。vivo 介于2者之间吧，可能是现在已经有一点点散了一下热了啊。我们3台手机已经散了一会儿热了，现在要去坐地铁了。坐地铁的途中呢，我们就刷一下信息流。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刷抖音了，在上地铁之前呢，我们就尽量走些阴暗的地方。就别给他们上那么大压力了吧？你不是涂了防晒吗？涂了防晒不影响我躲太阳嘛。你的抖音也变成这样子了啊？已经被它祸害了，只有略带正常了。还搁这养呢？看腻了。那你还是点赞呢？看腻了又不妨碍我点。已经看了10分钟的抖音了，现在看小红书。这不是我学校的歌手比赛吗？这是他学校，这是他学校，这不是你学校。别装了，别装了。富哥就在双线操作啊，富哥。还是一样的机器人。你为什么说小红书也是这种东西啊？我表里如一啊，说明。好的，我们现在正在换乘，我们已经刷完了10分钟的小红书，现在我们要换淘宝来刷一刷啦，非常的正常，好吗？为什么我自己的叉包小续航这么差呀？我94出的门啊。现在只有59了是吧？我也没看，你还是单卡。我单卡，对，你单卡呀。我没干啥呀，这手机还拍了照、录了像呢。还有52呢，现在。这也太奇怪了。你这个怎么说啊？我不知道，我感觉 OPPO 待机也挺夸张。今天的30分钟已经刷够了，不能再刷了。再刷了你会怎么样啊？你只有30分钟。每天30分钟已经足够了。它已经起飞结束了，不需要再刷了。刚刚这个人看你做不是嘲讽你吗？你刚说了什么？啊，我说他太聪明了，就应该坐下来。你说他软骨头？我没有说。你立刻就坐下来了。没有证据。我们已经从地铁站出来了，现在刷了30分钟的信息流啊，3台手机都没什么问题。现在小米还有54的电，OPPO 只剩51%的电了。对，我还有55的电，还是最多的。现在是下午的4点41分，我们今天用了3小时9分钟的手机。为什么从这4号头出来呢？是因为摇骰的决定的，咱摇了2次都是5没有，最后才摇了一个4。现在我们3台手机就用百度地图的步行轨迹在这里随便窜一窜吧。其实我们是要去对面的，我们准备在这绕个圈啊。回头吧，回头吧。我们走了14分多钟，现在终于到目的地了。现在看一下3台手机的起点啊，我们是很明确的从地铁4号头开始的。那你呢？你到哪去了呢？你 vivo 到哪去了呢？那它有点太靠北了。你看啊，这个小米是对的呀，然后 OPPO 也是对的呀。你看靠北了，怎么还带方言呢？好，我们就沿着这个上面走，然后我们就过了个马路啊。这个一开头小米就不太对啊，他们都在斑马线上了，小米这个怎么出去了？有点偏下啊。然后 vivo 是在斑马线上的 ，OPPO 也是在斑马线上的，但是 OPPO 也有点偏下。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斑马线过来了，怎么都不在呢？都不在。但是偏的比较多的是中间的 vivo 啊，它完全没有在斑马线上啊。我们过了一个马路之后呢，就是贴着这个地铁站旁边走的啊。vivo 是比较贴的，小米跟 OPPO 好像都是有点靠外边了啊。OPPO 应该是最差的，我们根本就没有往外走，当时是你一个人往外面走都没有很在路上了。我们再看这一小节啊，我们其实是直接走这条巷子的吧，但是他们都偏了，穿楼了。这个是小米是穿楼了啊，但是它后面这里有一点点在的。vivo 最夸张，vivo 是完全没有在路上。
然后 OPPO 也是后半程才在路上的，在那边兜了一个圈。这个兜圈呢，轨迹最精准的肯定不是 vivo， 因为我们是有重叠的，肯定是有重叠的。小米还可以。OPPO 感觉是比较好的啊 ，OPPO 是最准的，因为我们当时是靠左边那个路走的。小米就已经走到那个边上去了啊，它没有贴着这个边上走啊。vivo 肯定是比较差的了 ，OPPO 是比较准的。再往下是这样的，我们从一条路的左边走到了一条路的右边啊。我感觉穿过去的过程是 OPPO 准一点的，因为我们正好是一个斜直线。对 vivo 这边感觉偏差就会大一点了。然后小米这边还相对来说好一点。今天我们整体的这个难度是没有我们在南门口的高的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回头路吧。明显这边是 OPPO 好一点啊，因为 OPPO 是在路上的。然后呢 ，vivo 就已经到楼上去了。小米也在边上的建筑物里面了。这一节的话，小米跟 vivo 都没有在路上呀。OPPO 到最后的时候是到路上了。好的，然后我们就拐了一个弯啊，还是 OPPO 的比较准啊，我们是贴着这个边上走的。vivo 偏差是最多的 vivo 是直接往那边有一个尖尖了，小米这边也是拐弯比较小的。我们最后就到了我们终点了，但是终点这一节小米这个地方是稍差一点点啊，然后 OPPO 跟 vivo 就比较好了。那整体来说的话 ，OPPO 是比较好的，然后小米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vivo 会差一点。对，但是也没有差太多吧。现在小米还有47的电 ，OPPO 还有45%的电。vivo 现在只有微微领先了，它是48的电，现在是下午的5点04分，我们今天才用了3小时31分钟的手机啊。因为今天我们出来的比较晚啊，为了晚上拍夜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坐在这里打一把王者荣耀5v5啊，因为我们今天上午拍视频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天王者呢就少打一把。这把5v5呢，我们就均衡模式，画质能开多高就开多高了。vivo 把触控采样率调到了高，游戏超分打开了，游戏视效增强打开了，4D 正展打开了。小米我就直接拉到高质量进入游戏啊，然后游戏里面呢，我就打开了这个触控增强全开，然后显示增强呢开了一个明亮画质。OPPO 这边呢就打开了超级 HDR 画质和高分辨率，还有它的后面的4D 正感啊。现在3台手机感觉是中间这台小米啊，它的亮度会高一点。你们2台就跟小米调差不多吧。日常使用只是逗逗你的呀，这打游戏还得看我小米啊，看我多亮啊。打游戏的时候我们开的都是6格音量啊，这3台手机听着是差不多的，但还是比 iPhone 差一点。你自己的X8 Ultra 为什么不下游戏啊？我打游戏用红魔啊，副歌呗。因为我需要那个红魔的，或者说别的某些手机的它那个尖键或者压感这种按键啊，就各司其职，一个手机打游戏，一个手机用，一个手机看片，是吧？看片是看什么片？细说一下。就教育片啊。因为你要毕业了，所以不喜欢开是吧？学外语是吧？还是按照惯例聊一下你们的感情状况嘛。为什么没有人说话呀？没有感情。你跟谁没有感情？跟这个世界。我打着打着感觉我的小米屏幕是不是变暗了 vivo 要亮一点啊。拉高一点，然后我给它锁一下吧。我越打越暗。锁得住吗？120稳的呀，我越打越感觉我屏幕变暗啊，这看不清了都。我现在亮度条已经拉到最亮了，也感觉挺暗的。是没有旁边的 vivo 亮的，看一下 OPPO。也没有，你小米是最暗的。这把5v5我们打了快11分钟，3台手机的帧率跟网络都没有问题，就是这个小米啊，打着打着感觉它的亮度越来越暗了。然后现在呢是29度啊，但是我们在阴凉的地方，并且还有风啊，体感是会低一点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去扫码吧。现在我们用支付宝来扫一下公园的2维码啊，松。我感觉中间的 vivo 会稍微慢一点，但是小米有广告啊。vivo 好慢 ，vivo 好慢。小米那个广告是偶发事件啊，对，不一定的。现在我们用支付宝扫一下收银门口的2维码。哎呦，小米好快！vivo 第2个出来。怎么回事？OPPO 这个网速怎么就感觉不行了呀？这太慢了。哇，好慢哦。好的，我们已经到这个信号比较抽象的数据上面扫了。最左边的小米呢是联通的4G， 其他2台都是联通的5G 啊。但是这里的网络不太稳定，所以他们应该会变啊。而且你们看一下他们现在亮度啊，我们来重新开关一次。好，小米的是降了一点 ，vivo 是没有变化。OPPO 的稍微提高了一点啊。好，我们已经在微信里面录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了。现在我们来准备发送，3、2、1点。这一次是 OV 的2台都没有导出，但是小米的有导出，我们几乎是同时拍完的。小米也开始发了。小米虽然最后才开始发，但是它现在发的是最多的，可以说明就是这里的5G 信号真的是不太稳定。这个环节主要考验的就是这几台手机，他们在4、5G 网络
切换上的一个决策啊，他们自己的一个策略。现在 OPPO 发的最多了，OPPO 已经反超了。但 OPPO 是5G 啊。对 ，OPPO 是5G，它找到真5G了。OPPO 发完了 ，vivo 在 OPPO 下完了之后并没有变快，而且 OPPO 下完了之后现在也变成4G 网了。哦，vivo 现在也切到4G 了，感觉速度是明显变快了。加油，把它反超了。OK， 小米发完了，所以最后是 vivo 还差一点啊。我们再继续下载一个300兆的视频素材啊，还是小米一直保持4G，其他2台现在又是5G 了，但是他们应该会变啊，一会儿一点。感觉小米跟 vivo 差不太多，但是 OPPO 这边就只有300K， 我觉得这个是 OPPO 的老毛病了吧？它自己这个浏览器，我感觉它的网速就是上限好低哦。我觉得 vivo 赢了。太早了，还太早了。它赢也要好久，好不好？朋友们，在刚刚这个漫长的下载过程中啊，这个 vivo 呢，在我没有拍到的时候，它出现了好几次的速度降到0啊。小米是出现了卡在一个数值不动的，但是 OPPO 虽然慢吧，但是它一直都会在这边下载。所以我们有一点点怀疑是这个 vivo 可能会有点断流的情况啊，它大概有3到4次直接就降到0了，但它现在速度又飙得很快啊！你看它现在又变成0了，对不对？它现在又变成0了，它就会突然有这么一下啊 ！OPPO 开标了，被抢了，被抢了！完了，不会吧？不会吧 ？OPPO 抢到了？没有，OPPO 也要下来了。啊！虚晃一下，虚晃一下。飙了一下。你刚才好像很慌的样子。朋友们，我们经过了漫长的等待，大家可以看我们从开始下载的时候到现在这个左上角的时间的变动啊，他们下的真的很久啊。不管谁赢吧，反正3个表现都挺差的。vivo 已经下完了 ，vivo 下完之后，这2台手机的速度也没有很大的变化。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要用浏览器下东西的话，OPPO 还是换一个浏览器吧，别用自己的这个浏览器了。我的天呐，小米下完了，现在就看 OPPO 速度能不能提上来了，还是100多。给他机会他不中用呀，那我们就不给他机会了。在我们打王者荣耀10v10之前，给大家报一个电量。现在小米15 Ultra 是37%的电啊，然后中间的 vivo 呢是40的电 ，OPPO 只有32了哦。那你们开始打吧。你的这台 OPPO 跟 vivo 都是有这个侧面拍照键的呀，你觉得哪个更好用啊？那肯定是 vivo 的更好用啊。我也觉得 vivo 更好用。接下来的2把10v10呢，我们都还是把它们的画质啊、设置啊全部拉满啊，跟刚刚已经展示过了。但是呢，第一把呢，我们就用均衡模式。现在3台手机的亮度感觉就是 vivo 的会比较暗一点啊，小米好像是最高的。那你 vivo 拉一下呀？你这亮度，你这续航不会就是偷亮度偷来的吧？什么呀？它还好了，它也没很偷啊，今天。黄了，vivo 黄了，红了。我天哪，红黄交替的，你看，红绿黄交替。你们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这一波红黄感觉能有30来秒吧。这把游戏已经打了快5分钟了，这个小米的帧率一直在缓慢的下降啊。现在是112帧了，感觉有点上不去111了。我非常的稳啊，帧率和网络都没有问题啊。vivo 只有游戏前2分钟网络不是很稳定，现在就还好了，而且它的帧率也没有什么问题。它刚下载的时候也有点那种疑似断流的感觉啊。游戏打了6分多钟，然后 OPPO 已经锁了90帧啊。OK， 现在是89。OK。vivo 几乎跟 OPPO 同一时间锁了90帧。小米现在在100帧左右。哦，98。OK。干脆等你们全部都要90再开吧，感觉它也没有很久了。这把游戏打了7分多钟啊，小米现在是稳在了90左右啊。先不开吧，下一把再开。我觉得它会不会锁60？我觉得小米还会再掉，它并不是。是强制性的锁，它是慢慢在掉。因为你们现在3台都是90，也还公平，好吧？这把游戏我们打了11分钟，小米的帧率还在降，现在已经稳不住70了，60出头。我感觉它不会在外给我锁60了。66。多把口占了。哎，我怎么红了？再红，哦，红了。20秒吧，还在。动不了。OK。为什么？我得把壳套上，是不是因为我加这个原因？可以讲信号是吧？好了。我们家的塔只剩1丝血了，别人 A 一下就没了。没血吗？我的天哪，我们要坚守到15分钟，还要再坚持1分半，开始10v10大混战了，我的天哪 vivo 是稳定的90帧。OPPO 也是稳定的90帧，小米已经多少了？60了，锁60了。小米已经完全把龙拿了460了啊，它红了。OK， 看到了。你看，哦，黄的。动不了。黄的 OK。实施了大概快1分钟了。这把王者荣耀10v10我们打了16分半啊，接近。然后 OPPO 呢，在6分20秒的时候锁到了90帧，但是之后就没有再锁帧了。它的亮度没有下降，并且它的网络也十分的稳定，没有任何的卡顿。vivo 几乎是跟 OPPO 同一时间锁到了90帧了，但是它的网络问题挺大的。游戏前2分钟经常红黄波动，
然后后面又有红黄波动了，持续大概能有将近1分钟吧。小米的情况就比较多了啊，它是帧率是非常不稳定的，一直在下降，打到最后10几分钟的时候是直接给我锁到60帧了，尤其最后决战的时候，然后我死亡之后大概是给我红了有40-50秒，啊，就最后死的时候开始红的，之前没有什么问题网络。那么接下来呢，这一把10v10呢，我们就开启新的模式，看看他们这次表现怎么样。等一下，我想摸一下，还好，可能我们刚刚聊的时候散了一会热的感觉也还好。我感觉 vivo 比小米烫一点啊。 90帧的。哦，确实，它负载还是高一点。OPPO 是最烫的，这个 OPPO 不能拿太久，拿太久会有一点烫手，就是边框和这个后盖这个位置。朋友们，我们在液冷散热啊，现在，你怎么说啊？这个书艺超电塔的杯底跟这个镜头一样的大呀。联名书艺出个镜头圈吧。哇，真的是一模一样大。可以出个镜头盖了。哇，基本是一样的。哎，OPPO 的明显是要小一些的，可以它可以完全覆盖上去了啊。那看小米呢？小米是不是更大？小米跟 vivo 差不多哎，其实。高手，我想问一下你，高手，我们的散热器的商单呢？接到开头，开始招商了。哎呀，今天太阳好大啊，感觉想抹点防晒霜。然后呢，这手机今天热天打个游戏也烫得要死，晚上睡觉都睡不好。是呀，那个枕头很不舒服。对呀，感觉被子也黏黏的。还真是，就是什么防晒霜啊、散热器啊、什么生活用品啊、枕头啊什么都会找我们啊，我们物美价廉。我们物美价廉啊，就赶紧招商一下。这个椅子啊，这个椅子坐的就很不舒服啊，感觉腰部没有什么支撑性啊。还有我这个手表都戴了这么久了，是不是该换了呀？你平时不搞运动？怎么不找运动？有手表我就去找运动。你什么搞运动啊你？我们打10v10之前啊，已经比对过了亮度，现在3台手机的亮度是差不多的啊。我们现在都是游戏模式呀，我感觉我开着游戏模式信号好像好一点了。这把游戏已经快2分钟了，它现在还没有红过。小米在1分钟的时候出现了网络波动啊，先变红后变黄，现在恢复正常了。这把游戏打了9分半钟，性能模式啊 ，OPPO 率先锁了90帧。OK， 好，现在 OPPO 是90帧了啊。与此同时，小米现在也稳不住180了，现在在110帧左右，并且刚刚它网络也出现了一次波动啊。你怎么说啊？游戏超分已失效了 ，vivo。OK， 我动不了。原始画质打开。我动不了。设备过高。卡了，它卡了。你卡了，你红了，哇，这一段时间怎么都出问题了？但是 vivo 的帧率没什么问题，它的网络有2、3、4那种红黄交替。就 OPPO 这个温度已经有点握不住了。你都握不住了，我感觉我不是很想碰了。等下你来摸一下啊。我不想摸它的。这把游戏打了12分钟啊 ，vivo 现在锁90了，但我现在死了。91 ，OK， 游戏结束。小米也是啊，就推打它越来越烫嘛，它帧率也在下降啊。最后是12分钟的时候，它稳不住100，在95帧左右。我相信它，如果是打到18分钟，它肯定会90级以下了。敢不敢摸一下？挑战一下自己。等一下，你别动。不行，这个真的挺烫的。我看一下小米。小米比 OPPO 要好一点 ，vivo 是最凉快的，它比 OPPO 要凉快的很多啊，但是比小米凉快的不是特别多，这个还握得住的，没问题的。你知道现在手有什么感觉吗？就是用手被热水浸过以后，然后再放到冷水那种感觉，我在空气里面游荡，就是这种感觉。刚刚我们已经散了一会儿热了，现在小米还有21的电。OPPO 它只有6%的电了。哎呀，我的 vivo 还有22的电呢。现在是晚上的6点51分，我们今天用了4小时49分的手机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使用高德地图车载导航。期间呢，我们会重点关注他们在南葫芦隧道的表现。走吧。但是我们今天是反着走的啊。对。你只有7%的电，能不能撑完啊？很悬了，我要下班了。现在我们已经上车了，3台手机都有车道级导航，他们选的路线都是一样的。现在我们正在中间这条车道行驶啊，都跳出来了。现在我们来着左转了，看看谁反应快一点。我们已经转出来了，反应都非常的接近啊。我们等下是要走南葫芦隧道呀，3台手机的导航都是湘雅路隧道，等会儿看看他们谁修正的快一点。我们现在进到隧道里了，都没有反应。哇！注意隧道内有违法拍照。左边2台手机先反应出来的，右边的 OPPO 是最慢的。现在我们肉眼看最舒服的应该是 OPPO 那个亮度啊。左边的小米车速怎么快这么多？还是小米的进度会稍微快一点了。哇，这个进度有200多米的差距了，快慢，至于他俩完了。我们还没有进来那个弧线的啊。
小米其实还是在执行的，小米怎么已经到那边去了？小米已经崩了，vivo 好像也有点崩掉 vivo 也进去了 ，vivo 也不对了。但是 OPPO 也在这停了好久了，反正他们3个都不对。现在我们马上要进入到左侧的岔路了。但是这3个都已经进来了，或者都要出去了。OPPO 还算是最准的，但它也不太行，它已经到这个弯里面了。但是小米跟 vivo 就早就在路口等着我们了。等一下 ，OPPO 在哪？这是？哎 ，OPPO 去哪里了 ？OPPO 怎么了？啊？上天了。啊，现在左边的2台手机都已经 OK 了啊 ，OPPO 也反应过来了。哇，这有这的差。我们打算在这路口左转，导航的路线都是直行。等会儿看看谁最先修正啊！我们正在左转。快走最右侧车道。啊，怎么都不动？哦，还是左边2台先反应过来了。OPPO 会慢一点啊。我们2个人的腿贴得太近了，就是把他裤子都贴湿了。怎么样啊？好恶心啊！现在是晚上的7点18分，3台手机在高德里面怎么都自动进入了夜间模式呀？因为天黑了呀，太阳下山了。我们现在要直走啊，看谁修正的快一点。200米后，请沿左侧道路。哦，还是左边2台快一点。OPPO 这车载导航好像就是不大行啊。导航了30分钟，来到了目的地。整个导航过程中呢，3台手机在隧道里的表现都非常的不好。首先是小米，它快进的非常多。然后是 OPPO， 它从隧道出来之后，不知道定位到哪去了，像在天上飞一样乱飘。飘了呀。反正 vivo 也不怎么样，它也是快进了。出了隧道之后呢，3台手机表现也都还好了，但是在直路上我们修改路线的时候，是 OPPO 反应最慢的。小米在导航完了之后呢，还有16%的电啊 ，vivo 呢还有18%，OPPO 呢还有3%呢。现在是晚上的7点29分了，我们现在已经用了5小时21分的手机了。接下来呢，我们3台手机就放 B 站4K 视频，看看这个 OPPO 还能不能坚持住啊？浪漫吗？这有什么可浪漫的？浪漫吗？一般般吧。我们刚刚放了20分钟的 B 站4K 60帧视频啊，现在小米15 Ultra 还有12%的电 ，vivo X200 Ultra 还有13%的电啊。OPPO 是最夸张的，这个2%的电就没怎么掉过啊，它在我们刚开始放的时候掉到2%了，好吧，这个就很离谱了。本来还想在这里拍照的，但是感觉它会掉算法，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已经使用了5小时44分钟的手机了。虽然我们今天拍照拍视频比较多啊，但是我们今天是少打了一把王者荣耀5v5的，并且我们还有步行导航跟厕所的环节没有进行，负载是跟平时差不多的。这个 OPPO 看着应该也不会掉算法吧？我们直接就开始拍照吧，好吧？既然它这么头铁啊，2%直接开了锁血挂了。江边夜景很好看啊 ，OPPO 2%电，我们先从超广角开始拍起，因为它们在架子上的位置可能会有一点小区别啊，拍的照片不一定完全一样啊。小米的这个超广角触发大概1秒多的旋转呢，中间的 vivo X200U 非常快 ，OPPO 大概触发了1秒钟的夜景啊，我们还是用3.5吧，小米大概半秒钟左右哦，vivo 几乎不用等待 ，OPPO 也等待大概半秒钟的样子，再用他们的长焦看能不能调出来，调出来都好像没什么问题啊，小米等待大概半秒钟。看 vivo 这个就直接到85了 ，OK，vivo 还是用的鲜明啊，哇 ，OPPO 这个为什么感觉颜色这么浓郁啊？感觉它现在只要一到这个拍照页面，它的屏幕亮度就会比较高啊，还是2%，真的头好铁。小米是4.3倍，半秒钟 ，vivo 我就达到135啦 ，OPPO 好像是调出来了啊，那我再拉远点，再来个10倍吧。我从取景器里面看这个小米的10倍。有点小糊啊，vivo 的取景框明显要清楚很多，OPPO 的优势焦段其实不是10倍的，OPPO 感觉也挺清楚的，但是它等待的时间是最久的，OPPO 还是2%啊，非常夸张。这样子吧，这一片呢会再黑一点啊，没什么灯，我再往这边拍一下啊。小米的超广角大概触发2秒的夜景啊，vivo 这个取景框明显就比小米的要好呀，OPPO 大概是1秒多吧。那1倍这张小米跟 OPPO 我就用它们1倍原生焦段了 ，vivo 呢我就用它的超广角裁切到28啊。好，3张照片我们就同时拍了，小米是最慢结束的，2倍 vivo 我就裁切到50了，我们也同时点吧。这一轮倒是差不多啊，他们的快门速度。vivo 这一轮呢，我也用它的主摄裁切到70啊。我们对着这个没什么光的草坪吧，再有他们最长焦那一颗的原生焦段啊，我不确定他们有没有调出来，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的暗，我感觉 OPPO 是有点糊的啊。vivo 从取景框里面看是最清楚的，这一次是 vivo 处理的最久啊 ，OPPO 是处理的最快的。但是 OPPO 这个照片为什么是10秒钟进入超级省电模式已经来了，感觉很奇怪，可能掉了算法了啊。今天 OPPO 进入超级省电模式之前是用了5小时54分钟啊，那么超级省电模式它还能够再继续拍照吗？1%了啊，还是可以的。但它最后那一张照片很奇怪啊。
我们重新拍一张吧，都是用他们最常教的那个原生焦段，丹霞原彩，怎么感觉有点奇怪啊 ？OPPO 是最快的，小米其次，然后是 vivo 是处理的最久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照片啊，我们不确定这张它有没有带算法，但是这张照片拍出来挺诡异的这个颜色啊。而且它是用70的那一颗裁切的，然后呢 ，vivo 这一颗是用到了它的长焦的，这个颜色很明显是 vivo 更准确的。小米这边也很奇怪。这样子，我们现在再把它们调到 OPPO 的这个优势焦段13.4倍啊，我们拍一下对面那个楼吧，它可能是需要一点光的，手机在架子上的位置可能不太一样啊，我们就分别拍了。哦 ，vivo 这个取景框明显要清楚啊，但是它要处理大概1秒钟左右啊 ，OPPO 取景框感觉灰蒙蒙的。其实 OPPO 跟 vivo 我觉得都还可以，但是小米很明显的是糊一点啊，这个照片拍对面的渔人码头啊，vivo 这个取景框一到晚上就非常的清楚啊。我们再往上到30倍啊，小米的晚上并没有给我自动开 AI 长焦哎，感觉防抖也一般般，感觉 vivo 的防抖也不是特别好啊 ，OPPO 的防抖很明显是比较好的，但是它有点对不到。那从这一张照片他们处理完之后再来看的话，我觉得 OPPO 是最好的呀，这个望远确实焦段长还是有优势。我觉得更牛逼的是它现在还有电啊。那么晚上再来上60倍，我们刚刚是看到了 OPPO 的这个处理啊，我的天，非常的夸张啊，它处理前跟处理后啊，我觉得 OPPO 还是处理的自然舒服一点啊，我感觉这个环节同时拿3台手机还是要点臂力的。那我宣布 OPPO 超长焦望远肯定是赢了，只要它能调出6倍啊。OPPO 刚刚拍完了这么多照片，它还有电啊，我们再拍一下人像吧。但是后面的灯可能颜色会不太一样啊，还是从1倍开始拍 ，OK， 直接拍3倍吧，拍他们的自己的那个焦段了。此时小米已经只有5%的电了，我感觉这个 OPPO 要把他们熬死了。那不就跟我们上一次测的一样吗？我感觉在我们这种有点逆光的情况下 ，OPPO 不一定调出啊。而且小米现在屏幕也比较亮啊 ，OPPO 这边就有点暗了。电量低，无法使用相机，关闭了。没电了。今天它用了6小时4分钟 ，OPPO 彻底没有电了。但它最后呢是在超级省电模式里面，我们用相机啊。现在 vivo 还有7%的电，小米还有5%的电啊。但是我们上一次测的时候，其实是小米先没电的啊。今天小米还比它领先了5%啊。但是今天全程 OPPO 的亮度要高一点，对，所以先关机也情有可原吧。对，因为我们还有一些项目没测嘛，我们怕它中途关机，所以呢，我们照片呢就先拍到这里了。我们待会儿给它充一点电，然后再给大家录一点夜景的视频吧。好的，我们刚刚给 OPPO 充了一下电啊，现在 OPPO 的电跟 vivo 是一样的，都是7%，小米只有4%了。我们的8块腹肌已经站那边了啊，夜景人像，脸其实我们肉眼看是比较黑的了，我们就用他们的主摄吧，焦段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就慢慢的走过去啊，开走。好，现在我在拍一张超广角的4K 60帧视频啊，还是慢慢走。我感觉这个 vivo 爆杀好吗？这个超广角。现在我用他们最长焦的那颗焦段啊，再慢慢向上走过去，可能拍的位置会不太一样啊，大家就随便看一下吧，慢慢走。好，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了。小米呢，刚刚说可能不会录下来这一段视频啊，它还是录了啊，因为它电已经只有2%了。然后 vivo 也只有3%了。那我们现在立马赶到厕所，好吧？我们就走过去的路上，这2台手机打微信视频通话呀。干脆把他们打的没电算了，要不然他们得弄到一半又没电了。看见他们用了多久了？现在是晚上的8点31分，我们已经用了6小时11分钟的手机了。OK， 现在 vivo 也只有2%了。朋友们，刚刚我们在过马路，所以就没有拍啊。这个 vivo 先没电了，打了10分钟吧。它没有微电精灵吗？它没有微电精灵好像。然后呢，小米现在也提示我们在30秒之内要关机了。他们几乎就是前后脚啊，差了也不到1分钟的样子。vivo 是8.40，小米是8.42。我们之前是看了一下的，8.35的时候，vivo 是显示使用了6小时15分钟的手机，那么它的最终使用成绩就是6小时20分钟，而小米是6小时22分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给2台手机充下电，去完成我们的厕所之行啊，有点饿了，走吧。我们现在在小米之家里面给这几台手机充电啊，感谢小米，它给了我们充电器啊。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信号非常差的厕所了，这个小米直接显示没有信号了。另外2台呢都是4G，然后我们已经开关了自动亮度，先来打一下电话吧。虽然我们现在用的是联通卡，但是 vivo 的电信也没了，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小米这边就是联通没了。哎，它之前的这里不是信号挺好的吗？走。啊，2台都无法连接到移动网络，这个联通啊，那就是一时强不代表一世强啊。OPPO 打通了，怎么办？记了，那是记了呀，不直接赢了吗？我们换电信吧，换电信。
好，疏通吧。现在我们已经把3台手机的卡都切到电信卡了啊，看上去都是有信号的。来，3、2、1点。OPPO 最快通了啊，其次是 vivo， 最后是小米啊。现在我们在微信里面发3个表情，来，3、2、1走。都很快发出来了 ，OK。我们刚刚进微博了啊，这个 vivo 已经刷出来了，OPPO 刷出来了，小米最后刷出来了 ，OK。那我们再重新刷新一次，3、2、1松。还是 vivo 最快 ，OPPO 其次，小米怎么说？不转小米了，我们 OV 再来一轮吧。3、2、1松，还是 vivo 很快啊 ，vivo 好强啊！我们3台手机已经进抖音了啊，3台手机都刷出新的了，我们再往下刷来。vivo 先出的画面。OPPO 比小米还是要好一点吧，它这个头像的也出来了，也出来了。你看 vivo 继续刷都没问题的，加载出新的了。OPPO 也可以，但是比较慢。小米终于出来了哈，那我们再往底下刷一轮吧，来。小米就是最差的。小米就是比较差的。我们再点一个评论区吧，来吧，第一点。小米也给它点一下嘛。当前无网络，请稍后重试。vivo 出来了 ，OK。那 vivo 确实电信比较好啊，在这里面，但是它联通直接也是没有的，现在还没有。哇，3台手机的联通信号这里都没了。现在我们用的是电信啊，你看 OPPO 还是很久刷不出来。那刚刚在那个信号很差的厕所呢，联通就是 OPPO 更强，只有它能打出电话。不过它后来呢也是没有信号了，都挺差的3台手机。电信卡的话就是 vivo 碾压了，其次是 OPPO， 小米是中国表现最差的。现在我们已经到这个地下车库，准备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都是用微信的3台手机，现在全都是4G 网络。来，3、2、1走。扫的速度还是差不多的啊，比较接近。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4、5米的样子了。来，3、2、1走。这种再放大，哇 ，OPPO 扫出来了。你这个小米夜神在 OPPO 还不够差你啊！我怎么感觉15 Ultra 优化变差了呀？包括刚刚那个厕所也是啊。我觉得你们2个别抖了，往前走吧。vivo 扫出来了，你小米往前。vivo 其实就往前了一点点啊，1米左右哦。vivo 跟小米是差不多的 ，OK。现在我们到这个很暗的地方来扫一下我们自己的二维码，还是用微信，3、2、1走。小米可能是你没对准吧，我们再来一遍吧，再来一遍哈，3、2、1走。OPPO 是快呀，是慢一点。小米是慢一点。现在我们3台手机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3米左右了，来，3、2、1走。都有点扫不出来了。你们从取景框上能看到吗？能看到，小米能看到。OPPO 可以看清 ，vivo 稍微有点勉强。右边的 OPPO 放的很大了，好像在尽力的扫，但是有点扫不出来。OPPO 最先扫出来。来，你 vivo 跟小米往右移，他们到了 OPPO 这个位置还是有点扫不出啊。你挡住我的二维码了。我的这个位置你再往前吧 ，vivo 还没到小米那个位置呢 ，vivo 已经过了小米的位置了。这二维码都填满了。扫出来，几乎跟小米一样吧。暗光还是 OPPO 更强啊？无论暗光和那个都是 OPPO 强。其实按照我们正常流程呢，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步行导航的，但是考虑到现在太晚了，已经要9点多了，而且我们今天晚上拍了照，对吧？今天的负载呢跟平时也差不多，续航呢也是有一定的参考的，并且 OPPO 跟小米的步行导航我们之前已经测过了，然后 vivo 的话，我们后续应该也会跟其他手机进行比较，我们就留着下次再测吧。我们就赶紧给大家总结了。主要是我们4个大男人吧，走夜路不是很安全，好吧？是跟你走一起太危险了，是跟他走一起才不安全啊！那你还跟他住一起呢？千万不要走到他的前面。你们住一起。好的，那么接下来就由今天的续航冠军小米15 Ultra 率先总结啊！为什么我续航最好，我还要我最先总结呢？因为它6小时22分钟，这个续航感觉是偷出来的啊！它整体一天的这个亮度都是最低的。续航第2名呢就是 vivo X200 Ultra， 它的时间是6小时20分钟。其实就比小米短了2分钟，但是它亮度比它亮，它没偷亮度啊。那今天续航的老三就是 OPPO Find X8 Ultra 了，它的续航时间是6小时4分钟，但是它的亮度非常的坚挺，超级坚挺。所以说这3台 Ultra 它们的续航其实是同一水平吧，没有很大区别。对，可是有一个点就是上一次其实 OPPO 是赢了小米的啊，赢了1分钟，但是今天呢，这个小米感觉在这种亮度下猛在偷，猛偷，狂偷。那么我现在来总结一下小米15 Ultra 的表现啊。
我们是暂时没有找到它今天表现就是优异的地方，除了续航。对，还是偷出来的。那我就说一说它的不足吧，就是它这个亮度啊，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就是经常会看不清，相当暗。打游戏打着可能就亮度就掉下去了，就感觉它这个整体调度还是很怂的，还是老毛病啊，小米的毛病，并且它的游戏体验也不是很好啊，就是我打着120稳不住，一直在降，不会像另外2台手机是直接锁90，它是慢慢的在掉，最后那个10v10的均衡模式都快给我锁到60帧了，并且后来的开了狂暴模式，帧率也不行，也稳不住，就感觉很怂吧。但是它换来的就是它的发热是没有Find X8 Ultra 高的，毕竟负载不高嘛，对吧？反正跟这2台比呢，就是没有什么优异的地方，大部分时间它都处于中游吧，这么一个水平。那交给你们吧。那我就来总结一下 Find X8 Ultra 今天的表现啊，我觉得它今天的表现还是挺不错的。首先之前说过了，它的亮度非常的高，调度非常的激进，步行轨迹记录的时候，它的表现是最为精准的。但是它今天有一点，它在车载导航的时候表现是相对的离谱，厕所的信号、联通卡表现是最好的。它的电信卡也是在中间的位置。那谁是最差的呢？你呀，是我吗？你忘了？对，联通跟电信都不行啊。对，你别说，我还真想起来小米10号它一个优点啊，就是它在比较凉快的时候啊，它的亮度是还可以的啊。比如说晚上我们这个夜神，它的亮度反而变高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们快测完了，它开始就开始发力了特别是 OPPO X8 Ultra 在打游戏的时候，性能表现还是挺不错的。它锁帧相对比较的晚，并且能维持住90帧吧，而且它的网络非常的稳定啊，就一次卡顿也没有。但是换来的代价就是它的发热量是这3台手机里面最大的，是比较烫手的。它还有一点表现比较差的，就是在书艺烧仙草的时候，它的下载速度是最慢的。这个可能跟它的浏览器有关吧，老毛病。也有一定关系吧。Find X8 Ultra 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优点，就是它的扫码非常的厉害啊。之前小米不是挺厉害的吗？就感觉这次它的表现反而不如我们最近测的另一些小米红米系的手机啊，是不是还没优化到小米15 Ultra 呀？可能是一个小彩蛋嘛，因为今天我也用的是 Find X8 Ultra 自己用的啊，我感觉它今天的续航也不是很好，所以是不是它系统更新之后续航有一点变差了呢？因为它上一次其实是赢了小米的啊。那最后呢，就轮到我这个 vivo X200 Ultra 了。首先，我从手机壳上就可以碾压它们呀。我觉得好看，好吧，很好看。它比较令我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它在书艺烧仙草里，它的信号好像有点断流的情况呀。疑似断流。我们用的是联通卡，因为它下载的时候，它也偶尔就会蹦到0KB，打王者的时候也有点不怎么稳定，红黄460在这交替。它在这3台手机里表现最差的地方就是它的步行轨迹记录。我们今天步行轨迹记录的难度是比以往小很多的，大部分情况都是很开拓的。就是不知道它为什么偏移的这么厉害。它今天的车载导航呢，表现在矮子里面勉强拔着将军吧。谁是矮子啊？谁是矮子啊？我们5、6千的时候是矮子呗。这个将军呢也不怎么样，它的隧道里面也有延迟的情况，反正表现令我不是很满意。这台手机的亮度呢，我觉得表现挺2极分化的吧。我们刷5分钟微博的时候，它一开始是最亮的，表现很好。但是它一下就疲软了，不持久了。5分钟刷完的时候，它成这3台手机里最暗的了。但是它没有锁帧。对，它这个性能释放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说到性能释放，我们打王者荣耀10v10的时候，它开启了性能模式，是这3台手机里最晚锁帧的呀。我想问一下，你们2个为什么刷5分钟微博最后都锁帧了？其实你的还好，你的X8 Ultra 亮度比较高嘛，但是你小米就是又暗又锁帧，而且还是最早锁的。就是怂啊，那我怎么办呢？在信号非常差的厕所里，vivo X200 Ultra 的电信信号也是非常的好呀。那联通就没了呀。那联通就只有 OPPO Find X8 Ultra 打出电话了，但后来它也没了呀。除此之外呢，这台 vivo X200 Ultra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我不满意的是它摄像头比较凸，好吧，真的很凸，它是最大的。它其实大小跟小米是差不多大的。我们今天用同一个杯底啊，是试过的啊。至于这3台手机的拍照和视频效果呢，就交给大师来说吧。这3台手机的拍照呢，我主要说一下它们的各自的一些特点吧。我觉得小米15 Ultra 呢，它焦段呢也还齐全，并且每个焦段表现都不是很差。但它差的地方在哪儿呢？第一就是业绩，第二就是它那个超长焦，我感觉表现也不如其他这2台啊。至于风格上呢，小米是有自己独特的一个风格的，我觉得你如果喜欢的话，是可以去买它的。X8 Ultra 呢，它的优点呢就是它的夜景的超长焦。
我觉得解析力是最好的，并且它的算法痕迹不是很重。但是在晚上比较暗的时候，它的超长焦是比其他2台要更难调出来的，它会用那颗3倍老是去裁切啊。至于 vivo 呢，就感觉比较全能一点了啊。它虽然只有1颗镜头，你不要再这样子搞。它虽然比其他2台手机少1颗镜头，但实际上 vivo 的这1颗长焦，因为它优化的确实不错啊，它打其他2台没有很大的问题。它只有在哪个地方会差一点呢？就是在夜景和超长焦的时候，它的解析力我觉得是没有 OPPO 这个好的。我指的超长焦可能要到20倍甚至30倍往上那个焦段了。而且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的超广角，它的超广角真的是爆杀其他2台。如果你对超广角比较在意的话，并且夜景的长焦也比较在意的话，我觉得是可以选 vivo 的啊。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个成片吧，这个喜好呢是因人而异的。但是 vivo 胜就胜在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调出来，而且调出来那个画质都是不错的。再聊一下他们的拍照体验吧。OPPO 就是取景框，我是最喜欢的啊，非常的清晰并且流畅。也有在机身有点发热的时候呢，就会感觉有点卡了啊。小米呢就不说了，就是又暗呢又卡。他们的前置在识别到你们在合影的时候呢，是可以自动的扩大那个视角的。哎，我觉得这一点都还挺不错的啊。而且 vivo 这一次的前置是很明显的跟 X200 Pro 或者说之前的机器是有明显的提升的，因为它微信视频的时候视角也是比较广的，美颜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OPPO 呢视野是最广的，而且它人的肤色也是比较好的。小米呢就是祖传的那种往你脸上加细节啊，我觉得加出来是挺难看的。如果这3台机器让我选1台作为我的拍照的主力机的话，我肯定是会选 vivo 的。你们怎么说？这3台手机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 OPPO 和 vivo 都挺合我胃口的，就看谁便宜吧。我的话，我已经做出了选择呀。你不喜欢镜头太凸是不是？对啊。那我当然我米粉啊，我坚定不移的站在小米这边。哎，我不想听你说话。我选 OPPO。那因为它的手感比较好，成像也不错啊。最后我再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负载是完全足够的，并且这个天色也很晚了，所以我们最后就没有走步行导航了。但是不要担心啊，这台X200 Ultra 以后肯定还会再见到它的，所以我们下次再说。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也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更多精彩视频，请继续关注离线玩家 Online。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